切皮蛋直接用刀切就错了，厨师长都用这个技巧，不沾刀不散花，分分钟切好一大盘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小明家魔法，切皮蛋就是个技术活了。如果就是用刀直接去切，刀面上就会沾有黏糊糊的蛋黄和蛋白，怎么甩都甩不掉。切好的皮蛋也是一点卖相都没有。切皮蛋看似简单，也是有着不少的技巧，只有掌握正确方法，才能把皮蛋切得好看的同时还不沾刀。切松花蛋方法一：巧用棉线。皮蛋它就是使用鸭蛋、生石灰、纯碱、食盐、水和草木灰等原料，然后进行腌制而成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蛋黄和蛋白都已经成型，所以买回家的皮蛋不用煮就可以直接剥开来切了。不过这个时候的皮蛋有一股特殊的气味，你也可以将皮蛋煮一煮，这样它的味道就会变淡一些，而且煮一煮后，原本溏心的蛋黄也会完全煮熟。对于煮熟的皮蛋，直接用刀切就可以，不会出现沾刀的情况。皮蛋在制作过程中会经过一些特殊的处理，使其表面形成一层碱性物质。这个物质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风味，但对某些人来说可能会过于强烈。去除皮蛋表面的碱性物质，不仅可以降低其强烈的风味，还可以使其更加适合不同口味的人食用。用清水反复清洗皮蛋，直到表面的碱性物质被去除为止。可以用手轻轻搓揉皮蛋的表面，加速去除碱性物质。说起皮蛋，就有人欢喜有人厌了。它就像榴莲一样，有着独特的口感。喜欢的人非常喜欢，不喜欢的人闻到那个味道都要捂着鼻子。皮蛋它就是使用鸭蛋、生石灰、纯碱、食盐、水和草木灰等原料进行腌制而成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蛋黄和蛋白都已经成型，买回家的皮蛋不用煮就可以直接剥开来切了。不过这个时候的皮蛋有一股特殊的气味，你也可以将皮蛋煮一煮，这样它的味道就会变淡一些。煮一煮后，原本溏心的蛋黄也会完全煮熟。对于煮熟的皮蛋，直接用刀切就可以，不会出现沾刀的情况。但如果是那种没煮还是溏心的皮蛋，用刀直接切的话，就会沾刀面。其实这个时候，巧用一根棉线来切皮蛋，就可以避免这个问题了。方法很简单，先拿根棉线，将棉线的两端都分别打个结，并给它预留一个小圆圈。棉线处理好，先放一边，再拿起皮蛋，把皮蛋磕破后，将蛋壳都给它剥干净。下面就可以来切割皮蛋了。刚刚打好结的棉线套在我们一只手的食指和大拇指上，另一只手将皮蛋抓在手上固定住，接着把棉线拉紧并压在皮蛋的中间部分，再慢慢用力往下压，这样皮蛋就被棉线给切割开，分为两半了。我们将两半鸡蛋合在一起，再换个方向，按同样的方法把棉线压在皮蛋上，再次往下按压，皮蛋又被切割开，分成了4份。这样一颗皮蛋也就切割好了，一点没浪费的同时，切割好的皮蛋也是形态规整的。切松花蛋方法2：首先我们需要提前准备1碗清水，可别小看这1碗清水，这可是皮蛋不沾刀的关键所在。松花蛋剥去外皮，先不要着急下刀切，我们先把刀放在水中，让其表面沾一层清水，这样刀的表面就多了一层保护膜，特别润滑，从而减轻刀和松花蛋之间的摩擦，切的时候也就不容易沾刀了。如果切完一个后又沾刀了，就再把刀蘸上一层清水，如此反复便可切出漂亮又完整的松花蛋了。切松花蛋时，最忌煮完直接切，多加以上这2步，松花蛋不沾刀也不散花，
切皮蛋其实很简单，我每次切皮蛋都是用的上述方法，每次切出来都是非常完整、非常美观的。上次朋友来我家做客，还问我到底是怎么切成这么好看的。如果大家不会切皮蛋的话，可以试试这种做法。先准备几瓣大蒜，用刀拍扁切成蒜末。3个小米辣，切成圈。都切好之后，放入小碗里面，再放入适间的白芝麻、辣椒面，然后加上烧好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。再放入2勺生抽、2勺米醋、1勺食用盐、1勺白糖。用勺子搅拌均匀，我们的万能料汁就调好了。把料汁浇在皮蛋上面，这样一道非常简单还好吃的凉拌皮蛋就制作完成了，嫩滑鲜香，不腥也不涩，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。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。松花皮蛋，又称皮蛋、便蛋、灰包蛋等，是一种中国传统风味蛋制品，起源于明朝，至今已有几百年的历史。其制作过程复杂而精细，需经过选蛋、配料、腌制、裹泥、滚灰、密封等一系列工序，最终通过一系列复杂的生物化学变化，使原本平凡的鸡蛋或鸭蛋变成具有独特风味和外观的美食。其中，松花的形成是蛋白质在碱性条件下发生水解和凝固，同时与金属离子如镁、锌等结合形成的结晶体，这些结晶体在皮蛋内部形成了如松枝般美丽的花纹，赋予了松花皮蛋独特的魅力。切割时手要稳，刀要轻，采用锯切的方式而非猛力直切，将刀刃轻轻压在皮蛋上，然后缓慢而均匀地向前推动，同时保持适当的力度，避免用力过猛导致皮蛋碎裂。这种轻柔而连续的切割方式有助于保持皮蛋的完整性。以上就是2个关于切皮蛋的小妙招，学会了，相信你再也不会为切皮蛋而烦恼了。下次切皮蛋，你也可以试试这些方法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您有帮助，那就点一个关注，点一个赞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